流浪狗妈带着4只小奶狗，大摇大摆地找上了眼前这只公狗。母子几个不仅嚣张地霸占了对方的狗窝，甚至还把公狗赶了出去。看见眼前的场景，委屈的公狗也是满脸无奈，好端端的自己的家就没了，现在还要给人家当看门狗。此时的公狗很是郁闷，他努力回忆着自己接触的每一只母狗，可却始终无法确认对方的身份。难不成自己这是要喜当爹了吗？就这样，狗妈妈带着几只狗仔很自然地住进了狗窝，看这架势完全没有想走的意思，摆明了要住在这里。女主看见这一幕也很奇怪，她表示自己从来没见过这只母狗，看见自家狗子被欺负成这样，于是女主打算上前将它们赶走。没想到狗妈妈还挺会来事儿，第一次见到她就十分热情地打招呼，这让女主顿时就心软了。想到她还带着4只小狗，最后女主决定暂时先收留他们一家。到了中午，女主给狗子们端来食物，4只小狗瞬间把饭盆围得水泄不通，可怜的公狗也被挤了出去。家被霸占也就算了，这下连饭碗都弄丢了。无奈的狗子舔了舔嘴，只好独自承受了一切。看见这一幕的主人开始有些怀疑，会不会这几只小狗就是小白的孩子呢？女主抱起一只小奶狗，想看看小白是什么反应，没曾想小白一口就把小狗含在了嘴里，差点就咬了上去。由此女主推断它们可能不是小白所生。另外自家的狗子一直都拴在院里，也没办法出去乱搞啊。可邻居们对此却有着不同看法，大家觉得这几只小狗和小白长得几乎如出一辙，况且人家狗妈妈都找上门了，很明显这就是她干的好事。不过女主却始终相信自家的狗狗，她怀疑狗妈妈可能是认错了家门，找错了对象，因为她脖梗处带有项圈，肯定也是有主人的。为了找到狗妈妈真正的主人，女主每天带着它在周围到处转悠，想帮小狗仔们找到真正的爸爸。好在经过多方打听后，女主从一位大妈口中得知，隔壁村也有一只同样的大白狗。于是女主带着狗妈立刻赶了过去，果然在一户人家的门口看见了这只大白狗。女主认为这肯定就是几只小狗的爸爸，结果屋主却说自家的狗狗是个女孩子，不可能是小狗们的父亲。此时女主唯一的幻想也破灭了，难道真是小白干的好事吗？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女主特意找来一位宠物医生，打算让他们做个亲子鉴定。可抽血采样的结果却显示小白就是他们的爸爸。这下女主彻底傻眼了，她怎么也没想到平时老实巴交的狗子，居然趁自己不注意跑出去拈花惹草。原来只有女主被蒙在鼓里。不过眼看事实摆在眼前，女主也只好被迫接受了。第二天，阔绰的女主给狗狗们购置了豪华的2室1厅，打算让他们一家在这里安心生活。得知事情暴露的小白索性也不装了，和孩子们亲密地互动起来。至此，流浪的小奶狗终于如愿住上了别墅，小家伙们一个个开心得不得了，尾巴都快摇成了螺旋桨。就这样，小白顺其自然地成为了狗生大赢家。这只狗叼着1000块钱，熟练地走进一家超市，随后将钱放在地上，接过老板手中的罐头后，走出超市就开始大口享用。狗子名为旺财，是十里八乡最会搞钱的狗。超市老板说，旺财每天都要来店里消费食和肉罐头，而且出手大方，基本都不用找零。可一只狗是如何赚钱的呢？只见它熟悉地跑向一家商铺，老板娘离开后，旺财就趴在门前当起了店员，肩负起看守的责任。当然，这临时工可不是免费的。作为奖励，老板娘大方地掏出1000块工资支付给旺财，并且还对他的工作给予了表扬。拿到工资的狗子转身就跑进了超市，但这还没完，吃完1盒罐头后，狗子马上就盯上了一位买菜的大姐。如果不交出手里的钱，旺财就会像狗皮膏药一样粘上对方，摇尾乞怜是他惯用的手法。见大姐不吃这一套，不讲武德的狗子直接开抢。不一会儿，1000马内顺利到手。拿到钱的狗子再次朝着超市方向跑去，下次别让我再看见你。大姐对此也很无奈。每每吃上第2盒罐头后，狗子在一家杂货铺驻足，这次的目标是一位大叔。别傻站着了，规矩还要我再说一遍吗？趁老婆不注意的功夫，大叔掏出了仅有的1000块零花钱递给了旺财。随后狗子叼着钱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接着第3次返回了超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买完罐头后，狗子叼着罐头来到一位大爷面前，一天来找我开8遍的罐头，你比我还富有啊，以后我可要收服务费了。狗子听完直接躺在地上耍起了赖皮。大神指着旺财说，他是这条街的吉祥物。由于每天叼着钱在街上来来回回，旺财很快就打响了名气，因此每天都有吃不完的肉罐头。但女主人却非常反对，因为家里的狗粮她是一点不吃，每次看见狗粮都躲得远远的，但换成罐头立马两眼放光。女主人说这家伙靠乞讨，天天自己买罐头，不知道还以为是只流浪狗呢。虽说自力更生是好事，但女主人还是比较担心它的健康。果然去医院检查后，医生表示狗子的营养严重超标，不能再让它吃那么多的肉罐头了。回来后，女主人告知了街坊邻居，看见这么多人围着自己，旺财有些慌了，难不成是来讨债的？发现大家都面带笑容，狗子这才放心下来。此时他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赚不到钱了，餐餐罐头的生活一去不复返，看来平平淡淡的日子才是真。猫咪抬起小爪指了指冰面，告诉主人冰下有条大鱼。看见主人一心只顾着拍手，这可给猫咪急坏了。
小猫再次伸手指了指，没看见这条鱼已经挂了吗？赶紧给本喵弄上来啊！见岸上的主人迟迟不肯行动，焦急的小猫直接跳上了岸边，接着拍了拍地上的小石头，示意主人可以用石头将冰面砸开。小哥看了一眼地下的石块，又瞅了瞅下面的大鱼，然后按照猫咪的意思将石头扔了下去。迫不及待的小猫急忙上前查看，结果一看等了个寂寞。为了不让孩子失望，小哥从附近找来一根木棍，想把冰面敲破，然后将鱼捞上来。不放心的猫咪则在一旁当起了现场指挥。见主人敲了半天也无果后，心急如焚的猫咪决定自己试试，结果扒拉几下鱼儿就飘走了。猫咪叫了几声，示意主人快想办法。眼看着美味的鱼儿就在眼前，小猫馋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好在主人一番敲打下，冰面上总算被凿出来个大洞。就在猫咪以为马上就能吃到鱼的时候，小哥一个不注意碰到了冰下的鱼，结果鱼儿顺着水流越飘越远。猫咪抬头就冲着主人一顿骂骂咧咧，心想着自己怎么跟了一个这么不靠谱的主人。这下好了，快到嘴边的鱼就这么溜走了。猫咪越想越气，自己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大鱼被这倒霉主人一棍子给搅黄了。见主人也帮不上啥忙，于是猫咪决定自己想办法。焦急万分的他对着冰面转了一圈又一圈，可就是拿这条鱼没办法。最后猫咪给了主人一记眼神，让他自己体会，然后急忙通知自己的2个好朋友一起商量对策。几只小猫在冰上转来转去，不知如何是好。明知道这湖里有鱼，可就是弄不上来啊，这可把猫愁坏了。看见小猫们失落的模样，主人决定务必要让它们今天吃上鱼肉。转眼时间来到中午，小哥从家里拿来了自己珍藏多年的钓鱼设备。这次他找了一个冰层较薄的位置，接着用祖传的铁棍将冰面凿碎，然后开始熟练地摆弄起鱼竿。而猫咪则是再一次当起了监工，可等了半天都没看见鱼儿的影子。焦急的猫咪碰了碰鱼竿，心想着这东西抓鱼靠谱吗？小哥自信地拍了拍它，示意猫咪把心放到肚子里，今晚务必让它吃上鱼。就这样，一人一猫在河边足足等了几个小时，也没钓上来一条鱼。见迟迟没有鱼儿上钩，于是不服气的小哥再次回家更换了装备。这回他要在湖中心进行垂钓。在冰上打出洞之后，小哥随即开始搭建帐篷，心想着就算是今晚熬夜通宵，也要弄上来一条鱼，不然岂不是让几只猫给笑话了？一切准备就绪后，小哥开始等鱼儿上钩。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一会儿的时间就有鱼儿咬钩了。小哥见状，连忙将鱼线收回。很快，一条大鱼被拽了上来。之后，小哥一路开挂，鱼儿应接不暇的一条接一条。著名钓鱼专家麦克阿瑟曾说过，当你钓到第一条鱼的时候，后面就会有无数的鱼儿等着你。到了晚上，小哥已经为猫咪做好了香喷喷的烤鱼，看着鲜嫩多汁的鱼肉，屏幕前的你想不想来上一口呢？担心鱼刺会卡到猫咪，小哥一点点将鱼肉挑了出来。闻到气味的老大第一时间就跑了过来，他一边吃烤鱼一边夸赞着主人的手艺。见其他兄弟还在外面玩耍，于是猫咪转身呼唤他们过来吃饭。听到声音的老二也赶了过来，两只猫咪尽情享受着这顿美味大餐。老大询问老二、老三去了哪里，老二说他还在上午的地方捞那条鱼呢。这只黄狗连续5年横跨亚欧大陆，途经29站地铁以及11个公交站，在穿越60海里后抵达港口对面的小岛。没人领养的它却是拥有数百万粉丝的网红，就连当地政府都向民众发出公告，整座城市的所有交通及公共场所对它免费开放。这是发生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个真实的故事。2017年，一只名为博吉的流浪狗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当地一些经常乘坐地铁的人们发现，每天早上8点都会有一只流浪狗来到一处地铁站，然后跟随行色匆匆的人群等待地铁的到来。人们总会在匆忙的脚步中与它打声招呼，当然也会有热心人士给它投喂食物。当熟悉的 BG65次列车驶来时，它便开始了一天的旅途。狗狗清楚地知道飞驰的列车不会等待自己很久，它每次都紧跟在人群后面，生怕自己错过了这趟列车。上下车时，博吉总是排在最后一名。风餐露宿的生活并没有让他忘记基本的礼貌与尊重。为了避免打扰到车上的乘客，上车后狗狗会安静地找个地方趴下。没人知道它要去往何处，但从它忧郁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博吉的身上一定有着某种特殊的经历和故事。地铁上的乘客说，博吉不会在车厢内随地大小便，他知道这里公共交通的所有规则，并且每次都会严格遵守。在过去1年多的时间里，狗狗每天都会与上班的人们乘坐同一趟列车，因此这里的大部分人都认识博吉。他们之中的多数人都没饲养过宠物，但却随时都能从兜里掏出一把狗粮，显然这是为博吉精心准备的礼物。列车在行驶29个站点后会播报到站提示，听到声音的狗狗会立刻起身，然后缓缓伸个懒腰，接着不慌不忙地跟随乘客下车。但这趟旅途还远没有结束，走出地铁的博吉马不停蹄地赶往下一站，乘坐电梯便可以快速抵达公交站的检票口。不过对于博吉来说，他并不需要检票，当然并不是每一次他都能顺利赶上公交。当公交驶来后，狗狗很快便登上了列车，它要乘车前往20英里以外的地方。由于路途较远，聪明的博吉会找个空位趴下休息一会儿，
有时也会望着窗外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没人会对它进行驱赶。流浪动物同样享有作为一名乘客的权利。在途经11个站点后，伯吉来到了海边的渡口。接下来，他要在轮船开走之前登上船舱，穿过人群后，狗狗如愿以偿地踏上了这艘渡轮。迎面吹来的海风和宜人的景色时刻吸引着伯吉的目光。有时他会安静地欣赏海上的美景，有时他也会围着栏杆尽情奔跑。由于狗狗日复一日地在这条线路上奔波着，许多人与他一起等待地铁，一起乘坐公交和渡轮。一些乘客将伯吉的照片和视频发到了网上，没想到却引来几十万网友的围观。大家纷纷表示自己也有着相同的经历。随着人们的不断讨论，一只每天乘坐地铁的流浪狗逐渐被大众所熟知，但它的行为始终是难以解开的谜题。当地的救援组织将伯吉带到了宠物医院进行检查。医生通过它项圈上的晶片信息了解到，原来伯吉并不是一只流浪狗，它的主人在2年前已经去世。从那之后，失去主人的伯吉开始每天独自乘坐地铁，接着换乘公交，踏上渡轮前往另一边的王子群岛。工作人员经过多番调查才知道，伯吉的主人每逢周末都会沿着这条路线带它来到小岛上旅游。对于工作繁忙的主人来说，也只有周末才会有时间陪伴狗狗。宠物专家分析，伯吉之所以每天2点1线的行走，是因为这条路有着它和主人最美好的记忆，同时它也在试图寻找主人留下的气息。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伯吉竟然知道什么时间乘坐哪一趟列车，并且他还知道如何换乘抵达目的地。不过真正让人感到惊讶的是，他对于各种规则都能严格遵守。人们猜想这大概与主人生前严格的教导有关。随着多家媒体的持续报道，伯吉的事迹很快爆火网络，几乎在当地成为现象级的网红。数百万人被他坚定的信念和忠诚所感动，当地的政府部门还帮他开通了专属的社交媒体账号，短短数日便涨粉100万。市政厅向民众发出公告，整座城市的公共交通及场所向流浪动物免费开放，并且还派出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普及如何给予流浪动物力所能及的帮助。狗狗伯吉连续5年乘坐交通工具寻找主人，2000多天里没有哪一天是间断过的。也许在他的心里，主人还在记忆中的某个地方等着自己。有人说，小狗有了主人便有了灵魂和信仰。我想对于一只小狗来说，主人便是它的全世界。